世界10大未解之谜，排名第1的科学家至今都无法解释。在这片广袤的地球上，隐藏着无数令人费解的谜团，特别是神秘的北纬30度线，这里频繁上演着诡异事件。这条线被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奉为神奇的维度，地球上90%的文明源自于这里。这条线上神秘事件频发，甚至大部分 UFO 事件也都发生在这一区域。欢迎来到奇异追踪，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北纬30度上的10大未解之谜。会走路的石头，你见过吗？在北纬30度线上，有一座神秘的沙漠山谷——死亡谷。这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此地常年无人居住，很少看到飞禽走兽。从许多方面来看，死亡谷都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它的夏天温度高达56.7摄氏度，同时它也是北美地区最干燥和海拔最低的地方。在死亡谷一望无际的沙海中，有一个位于东边的卡顿伍德山脉和西边的尼尔森山脉之间的浅滩塞马场普拉亚。在炎热又缺少降雨的时候，湖里薄薄的一层水会全部蒸发掉，留下柔软光滑的泥土。这时湖底的巨石也都显露出来。当然，最奇怪的还是这里的岩石能沿着浅滩的地面移动。你以为这些石头只是简单的移动吗？并不是。一些彼此距离较近的石头可能会同时平行移动，突然其中一个石头停下来，另一块石头会继续移动。有些石头在移动过程中还会突然改变方向。关于移动岩石现象的第一个记录可以追溯到1915年，一位名叫约瑟夫·克鲁克的探矿者去寻找贵金属，是他发现了岩石移动的轨迹。这个谜题已经令科学家困惑了接近1个世纪。科学家认为这种神秘运动是因为地震、地球磁场的原因。直到2014年，研究人员在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与美国宇航局的帮助下，首次利用岩石摄影捕捉到了石头的运动过程。但这种神秘的运动原因，科学家们仍众说纷纭。一个位于东太平洋的小岛，全岛面积162平方公里，到现在岛上居民也只有7700多人。这个岛的地理环境非常孤立，它和最近的人类定居点距离超过2000公里。然而，这个其貌不扬的地方却因岛上存在887座摩艾而闻名，它就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复活节岛。在复活节岛上，这些巨大的石像遍布全岛，而且表情异常严肃威严。这些石像的高度大概在7到10米，重量从20吨到90吨不等，最重的高达200吨。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元13世纪的石像都是一整块岩石切割而成，并非堆砌而成。也就是说，当初制造这些石像的人应该是掌握了某种现代人还不明就里的切割和搬运技术。有些人认为这些石像很可能是外星人或者巨人所建。当然，这样的猜测也没有可靠的证据作为支撑，而科学界也一直试图找到一个靠谱点的解释。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岛屿上发现的刻有图案的木板，竟然与古中国、古埃及乃至古印度的象形文字极为近似。试问，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它们是如何互通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几个文明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说到此，咱们尝试着开一个脑洞。传说中的母大陆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其发达程度甚至远超现代。不幸的是，因地震引发了海啸和火山喷发，母大陆沉没，文明毁于一旦。幸存下来的人们四散而逃，最终他们来到现在的复活节岛，将仅存的文明植根于当地，于是开启了新一轮的文明。提起地球上的沙漠，恐怕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撒哈拉沙漠了。这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沙漠，其总面积达到了932万平方公里。要知道，整个中国的大小也不过是960万平方公里。撒哈拉的神秘不言而喻，
就如古代岩石上的壁画、沙漠深处的诡异声音等。然而，在撒哈拉接近北纬30度的方向上，有个更为神秘的地方，就是撒哈拉之眼。撒哈拉之眼的发现过程堪称传奇，它是美国双子座4号航天器首先发现的。当时宇航员在太空中观察地球，在撒哈拉沙漠的上方发现了一个形似眼睛的结构。在针对撒哈拉之眼的各种形成猜测中，最夸张要数2种，即地球之眼说和亚特兰蒂斯说。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则是古已有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它，认为它是一片沉没进海洋的失落大陆。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撒哈拉之眼是亚特兰蒂斯？这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撒哈拉之眼的直径刚好和柏拉图说到的亚特兰蒂斯组成的规模相似；二是在针对撒哈拉沙漠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不少海洋生物的化石，证明撒哈拉沙漠在远古时期曾经被海水覆盖。在之前的节目中 ，KK 曾推出过一期关于亚特兰蒂斯和撒哈拉之眼的影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哦。根据科学家的推测，这里应该是地质的抬升活动和侵蚀现象同时进行的结果，因为在撒哈拉沙漠的沙砾以下是坚硬的花岗岩，受到地质运动影响而抬升的部分升上地面，又被强大的沙漠风暴和沙砾侵蚀研磨，在机缘巧合之下形成了撒哈拉之眼。但是这个理由依然不能够服众，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的。所以啊，撒哈拉之眼的由来仍旧是一个谜。别乱跑啦，小心野人把你抓走哦。傍晚时分，村民们拦住还在外面疯跑的孩子，催促着他们快回家。大人们总是喜欢用坏人来吓唬小孩子，那野人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啊，这种说法的流传是起源于湖北的神农架。在神农架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面积上，仅仅只有6万人口居住，大部分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就在这片土地上，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传说，那就是这里有一种身形高大、棕色毛发、力大无穷的直立行走的动物，也就是俗称的野人。1974年5月的一天，在山上砍柴的殷红发听到背后有人踩着草丛咔咔响，便开口询问，但是他喊了2-3遍也没人答应。走了几步，抬头一看，殷红发吓得汗毛倒竖，一身毛红扑扑的。那怪物身形高大且跑得迅速，殷红发来不及躲闪，下意识地朝着怪物挥舞着手中的镰刀。被镰刀砍到的怪物啊的叫了声，便转身逃跑，消失在了森林之中。这是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那么传得沸沸扬扬的神农架野人到底存在吗？其实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地一直都有野人的传说，西方一般叫做雪人或大脚怪。这些世界各地的大脚怪具有和中国神农架野人类似的特征：直立行走，身高2米以上，人脸，而且全身长满棕色毛发。1976年，官方决定组织一次针对神农架野人的考察活动。中国科学院组织调集了110名科考队员，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找到了一些线索，例如巨大的脚印、未完全风化的粪便，但这些并不能证明野人的存在。而专家认为这一切可能是人们的一种错觉。那奇异追踪的各位探险家们，你们觉得野人是否真的存在呢？位于北纬30度的广汉市西南的一个小镇上，有3个高度不超过10米的山丘。如果从高处去看，这3个山丘就好像一条直线上的3颗星星。所以当考古人员根据农民挖出的玉器找到这里以后，就给它起名叫3星堆。但这些人没有想到，接下来他们的发现将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3星堆祭祀坑是中国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商代5大祭祀遗址，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历史上却从未有过任何古籍记载过3星堆文明，似乎3星堆文明是一种从未被古中国发现的文明体系。在3星堆，所有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符号，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难道不需要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吗？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所有的人物都有着高鼻子，眼神深邃，头骨突出，嘴巴和耳朵很大。这人物形象和现在精巧的四川人可长得完全不一样。由于三星堆青铜器人物看起来完全不像现代人，于是就被套用了外星人的说法。但是这是真的吗？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三星堆文明的酒杯、青铜器的设计上，应该有受到西亚、近东、欧洲等国家的文化影响。不过，我们确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证据证明，当时的三星堆文明的科技发展远超我们想象。例如这个上古迈巴赫的轮毂。三星堆最令人惊奇的就属这棵青铜神树。这棵神奇的树由底座、树、龙三部分组成。底座看起来像三座相连的山，主体树干则有3层，每层3个枝丫，枝丫上分别站立着一只神鸟，一共9只神鸟。据专家推测，在残缺的顶部应该也有一只神鸟站立其上，那么总共就是10只神鸟。《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载记载到，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意思是汤谷上边有一棵扶桑树，是10个太阳栖息的地方，而这棵树上的10个太阳都各有一只鸟将它托起。那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扶桑树与三星堆的这棵青铜神树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提到埃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但是对于6000多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还有太多的秘密有待挖掘，特别是地下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在埃及的一些古代文献中，一直有对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迷宫的记载。这个迷宫拥有3000多个房间，里面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壁画和装饰，它绝对可以媲美埃及任何已经发现的古迹。公元前450年，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就有一段对于埃及地下宫殿的记载。他说，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无法言喻的作品，如果有人把希腊人最伟大的建筑与之对比，都会显得极为渺小，甚至它本身就超越了埃及所有的金字塔。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17世纪的德国学者亚他纳修斯创作了这个埃及地下迷宫的地图，12座宫殿，门庭相向，相互连接。每座宫殿里面的装饰品都绘制得非常详尽，而且在图中还特别说明了金字塔内部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通向这个迷宫。1888年，英国的著名的考古学家佛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声称找到了迷宫。皮特里痴迷于埃及文化，一生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埃及考古。他立志要找到希罗多德口中的地下迷宫。他到了这里之后，组织了人员进行了挖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当他的挖掘刚开始不久，就被当时的埃及政府叫停了，说他破坏埃及的古迹。之后，地下迷宫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次年，皮特里爵士在他的一本书中记载了地下迷宫遗址的内容。他说他发现了金字塔内部的一个房间，但是并没有打开这个房间。在金字塔内部有一个通往地宫的通道，他做了详细的测量和记录。而到了如今，由于该地区地下水位的上涨，金字塔内的坑道已被淹没。皮特里爵士的这些考古笔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古巴比伦文明的起源时间为公元前3500年，位于伊拉克一带，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样也是位于北纬30度线上的一个古老文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也被称为玄院。据传说，这座花园是由尼布贾尼撒2世为了安慰患上思乡病的王妃而修建的。它的建造方式非常独特，采用立体式建筑手法，将花园放在4层平台之上，从远处看去就像花园悬在半空中一样。空中花园被列为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而在巴比伦的土地上还矗立着一座通天巨塔——巴别通天塔。这是古巴比伦的另一座重要建筑。根据历史记载，巴别通天塔是一座巨大的塔式建筑，可能与宗教或天文学有关。此外，古巴比伦还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被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成为了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在其光鲜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它自古就被称为是罪恶之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信仰问题。当时的人对生殖有着近乎偏执的崇拜，但是这种行为不仅玷污了神灵，还对当时的女性十分残忍，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人性可言。古巴比伦时期的女性必须要到圣庙之中充当圣者，并且代替神灵和陌生的男性进行合体仪式。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女性还要和客人进行深入浅出的交流。这种行为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是礼物，女性无力抗拒，因此古巴比伦在后来被人们称为是罪恶之都。这个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的古老文明，相信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2012年的末日论了。虽然现在距离当时已经过去了好些年，但在当时，这个骇人听闻的传言确实让很多人心生恐惧。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玛雅预言中前4个都实现了，所以在当时，很多人认为最后一个也会实现，甚至也有人认为最后一个预言是玛雅人有意而为之的，这是为了给人类一个警示。曾经，古玛雅文明称霸中美洲近2000年。帕伦克也被视为玛雅王国的重要城邦，然而如此庞大的民族，城市分布却十分奇特。因为专家们根据遗迹发现，帕伦克城现在还处在一座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的古城中，地面上的建筑只出现了大约 10%， 剩下的 90% 还处在未被发现的神秘地带。而且按照目前对玛雅遗迹的了解，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先进文明。1949年，墨西哥考古学家阿尔维托·鲁兹正在考察帕伦克的一座神庙时，他注意到神庙内殿的地板上有与众不同的石板，打开后发现了一处阶梯地道。经过3年的挖掘，考察队发现了藏于神庙之下帕卡尔大帝的陵墓。当时，专家们专注地探索着石棺上的雕刻图案，突然间，一名队员大叫一声。众人的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接着便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秘密。原来石棺上刻画着帕卡尔大帝坐在一艘飞船的驾驶舱内，操作着复杂的仪器，这差点让专家们惊出尿来。随后，专家对石棺盖上的雕像进行了3D 复原，他们想看看玛雅人制造的航天飞船。当科学家们看到航天飞船的3D 模型时，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因为如此复杂的高科技产品只能依靠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才能制造出来，那么1600年前的玛雅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在梵蒂冈保存的梵蒂冈成果古抄本和存留至今的墨西哥的印第安文明的作品中，有过类似的叙述。地球上曾先后出现过4代人类。第1代人类是巨人，他们来自天上，毁灭于饥饿。第2代人类毁灭于巨大的火灾。第3代人类是猿人，他们毁灭于自相残杀。后来又出现了第4代人类，处于太阳与水阶段的人类。处于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毁灭于巨浪滔天的大洪灾。现代科学发现，在大洪灾之前，地球上或许存在一片大陆，这片大陆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在一次全球性的灾难中，大陆沉没在大西洋中，人们把这片大陆称为大西洲，把孕育史前文明的国度称为大西国，也用柏拉图提出的名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的建筑呈同心圆状，互相用剑之分隔开。随着逐步深入中心，身份限制逐渐严格。圆环内圈是最重要的庙宇和保留地，城市建筑的美妙之处令人感受音乐味。镀金的圆屋顶由于风力和温度不同，发出和谐的声音。曾经，美国知名的灵媒师埃德加·凯西在1940年做出过预言。他声称1968年至1969年间，亚特兰蒂斯将会重新浮出海面，听起来就很扯，当时的确也没人相信他。然而，就在1968年，一个意外的发现似乎为这个预言增添了几分真实性。在比米尼岛附近的海底，人们发现了2座神秘的石造建筑，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比米尼大墙的海下遗迹。1969年7月，北比米尼附近又发现了古代希腊样式的装饰用大理石圆柱，这些发现无疑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开始怀疑凯西的预言是否真的要实现了。
然而，在近些年，撒哈拉之眼的假说在亚特兰蒂斯迷间传播了开来。探险家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翻 KK 的往期影片哦。自1880年以来，有100多艘船只和飞机，以及1000多人在此神秘失踪，直到今天也找不到他们的遗骸。这就是北纬30度上最为著名的百慕大三角。这个区域位于百慕大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国佛罗里达州3点连线而成的一个三角地带。据专家探测，该地区的海底地形异常复杂，常常发生火山喷发、地震等地质活动。魔鬼三角区的别名也由此而来。所以世界上流传着许多对于百慕大三角海域的各种猜想和假说。1979年，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一起在百慕大三角那片海域的海底发现了一个海底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比埃及的那些更大，塔身还有2个黑洞，海水会从洞里快速穿过。但是报道没说这个海底金字塔具体在哪。直到2012年，网传麦耶林格博士在百慕大三角海域发现了一个水晶金字塔。这个塔里边有300米长，差不多200米高，塔尖离海面100米。2016年10月10号，英国《每日邮报》说，在百慕大三角海面下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水晶金字塔，还有科学家说能准确定位这个金字塔。不过，虽然各种说法多得很，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证据能证明百慕大三角的海底有金字塔。1955年7月2日，泛美世界航空914班机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但是这架飞机在飞行了3个小时后，突然在雷达上消失了，而且没有发出任何遇难求助信号。迈阿密和纽约的空管中心都找不到这架飞机的踪迹。这件事引起了全国和全球的震惊。35年后，也就是1990年9月9日，委内瑞拉机场的一名名叫胡安的空管员发现雷达上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小亮点。他和同事一起观察，发现这竟然是一架飞机。令人惊奇的是，这架飞机竟然是1955年失踪的泛美世界航空914班机。确实，世界上充满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未解之谜，这些谜团让我们深感人类的局限性。但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突破这些限制，揭开这些神秘事物的真相。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北纬30度的世界10大未解之谜，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哦。深入奇异之际，追踪未知之谜。这里是奇异追踪，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见。